大家好，我是看评家咖啡。今天这一集是非常重磅的观后测评。这一集我要讲一讲关于个人将三上优亚全部作品从头到尾完整看完后的观后感以及个人评价。首先介绍一些关于三上优亚的个人背景信息。三上优亚的日文名字念作米卡咪 Ua， 本名叫做鬼头桃菜，日文念作 Kitowu 摸摸呢。生日是1993年8月16日。职业生涯是从2015年到2023年，身高是159公分，三围是83、57、88，罩杯是 G Cup。下面介绍关于的三上优亚职业生涯。2009年到2014年，鬼头桃菜作为 AKB48 女团分团 SKE48 的成员，活跃在偶像界。在2002年6月1号，21岁的鬼头桃菜以三上优亚为名，重新在 AV 界出道，在片商木 Taiki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TEK067。2006年到2023年，作为 S1 专属活跃在业界。2023年3月，三上优亚在社交媒体上宣告隐退。2023年8月发表隐退作品 SSIS834。关于三上优亚的一些小贴士：第一，三上优亚作为 AKB48 分团 SKE48 Team S 的正式成员，因为2013年与日本某位男艺人亲密照被曝光，触及了养成系女团的偶像禁止恋爱条例，以及不得与非亲属男性人士亲密接触、私自联系的禁忌，导致其偶像失格而被迫退团。否则，三上优亚作为 AKB48 女团的资深大前辈，很有可能在日本演艺界混得风生水起。第二，三上优亚作为 AKB48 体系前偶像身份进入业界，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不少 AKB48 女团研究生，也就是女团练习生，非正式成员加入业界，但是像三上优亚这样的 AKB48 正式成员进入暗黑业界，这还是非常难得。第三，三上优亚在日本暗黑业界长期作为天花板 TOP 级别女演员，是日本女优团体麝香葡萄的重要成员，经常上日本各大电视深夜综艺节目，也经常去台湾参加综艺节目录制，以及作为台北成人展重要邀请嘉宾参展。第四，三上优亚与同样是偶像出生的松田美子、樱萌子两位日本 AV 女优组成了名为 Honey Popcorn 的女团组合，并在韩国出道和发行了自己的 MV 音乐专辑。第五，在华人世界以及华文社群媒体上，三上优亚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且有了一哭二闹三上优亚的梗。第六，三上优亚在偶像女团职业生涯5年，再加上在暗黑业界9年时间，这14年的演艺生涯的影像资料，提供了研究其从一位女团偶像到顶级 AV 女优的详实时间轴对比素材。下面是我的观后报告。三上优亚职业生涯能找到资源的作品，我都全部从头到尾完整看完了，一共有109部，不包括 V2 作品，其中属于共演作品的有4部，单体作品92部，个人写真片3部，个人精选合集片7部，以及3部情色电影。关于三上优亚的颜值变化，首先图1是13岁三上优亚第一次去报考 AKB48 时候的截图，然后图2是15岁的三上优亚通过 AKB48 选拔的照片。明显看到的那个时候，三上优亚肤色偏暗偏黑，不会化妆，颜值也形同路人，牙不齐。再看图3到图7，依次是三上优亚在 SKE48 从2009年到2013年5年，依次从16岁到20岁，每1年的剧场公示照，明显看出随着年纪的增长，三上优亚开始学会打扮自己，形象上变得越来越好看。接着图8是三上优亚刚出道时期，就是脸比较素，也比较稚嫩清纯，明显矫正过了自己的牙齿排列整齐。接下来图9是三上优亚与松田美子、樱萌子组成女团 Honey Popcorn 出道时候的合照。那个时候，三上优亚已经非常精通于韩式美容化妆，脸上看上去非常精致，和出道早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图10是三上优亚职业末期的形象，明显看到脸上有做微整形，虽然脸型看上去是饱满，但是显得有些僵硬和肿胀，比较不自然。关于三上优亚身材上的变化，首先图1和图2是三上优亚还在 AKB48 女团时期的写真，明显感觉脸刚刚长开，身材也刚刚发育，但是还是很稚嫩，有点婴儿肥，非常可爱。
然后图3和图4是三上优亚在 AV 出道后的写真，对比于偶像时期，脸更成熟了一些，同时腰腹上有明显看到一些小肚子。接下来讲一讲关于三上优亚的颜值身材优缺点。从个人认为的是优点的部分来讲，首先，三上优亚的脸型轮廓是比较自然圆润的，虽然后面有一些微整形，但是整体上来说变化不是特别大，还是保持了自然的状态。其次，三上优亚拥有一对 G-Coupe 的天然饱满的大车灯，有很多关于大车灯方面项目和题材就可以轻松解锁。缺点方面，个人看来，三上优亚她的个子偏矮，四肢粗短是非常明显的短板，在镜头前就凸显出敦实矮胖的感觉，那要塑造那种女神或者是明星的气质就比较困难。其次，三上优亚的水桶腰也是很重要的短板，再加上后期逐渐长了一些小肚子，你就会发现了，她完全就没有腰身了。虽然有丰满上围和肥硕的臀部，但是整个人凸显不出 S 型曲线的身材。颜值方面，三上优亚从最开始的比较素的偶像青春少女形象，到后面化妆技术越来越好，特别是后期精通于韩国式化妆，脸上越来越精致了。因为她是偶像出身，所以相比于其他的女优，她更能够在镜头前凸显出自己平易近人的亲切感。也因为她是偶像出身，导致她非常善于塑造自己的偶像人设，导致她在镜头前自带偶像 idol 的光环和气场。接下来讲一讲三上优亚在不同片商不同时期的形象区别。首先是在木特 K 时期，三上优亚的影片形象主要是以清纯的形象为主，例如067的美少女形象以及079的学生造型。后来成为了 S1 专属女优，在番号 SSNI 时期，主要是以相对成熟的影片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例如127的地下恋人、152的教师、409的秘密搜查官、674的女上司、452的内衣公司员工、865的公司白领、618的制服偶像、916的游泳社团顾问。而在番号 SSIS 时期，三上优亚通过韩式的那种美妆以及微整形，以及 S1 片商精致的内衣和服装，有把她的 AV 界女王 TOP 明星的气场凸显出来，例如013的按摩师、181的儿媳妇、211的风俗娘、241的女教师。但是在这个番号后期的内容，最为偏有诟病的是，影片主要以同居的情侣题材为主的爱情剧，影片的类型就比较单一，里面的场景内容也比较偏软，几乎没有什么比较硬蕊、硬核的场景。例如448的同居伴侣、419的情侣。总的来说，三上优亚9年的职业生涯中，其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片商的不同，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还是有差别。接下来讲一讲三上优亚出演的共演片。这里所说的共演片，顾名思义，就是和其他的女优一同出镜合演的影片。但是这里列举的不包括 V2 的共演片。首先，第一部共演作品是2018年12月1日发行的 TEK 097，由高桥圣子和三上优亚共同出演的影片。这部影片发售前还是引起了轰动，当时的高桥圣子、三上优亚都是如日中天的 AV 女星，两位出道都有女团偶像的背景经历，这种组合简直是珠联璧合。第二部共演作品是2019年12月19日发行的 SSNI 658，演员阵容包括桥本有菜、架乃由罗、伊贺真子、日向真绫、简纯、坂道美流、天使萌、葵丝、三上优亚，一共9位，基本上集合了 S1 公司当时的现役的专属女优，都是在当打之年的绝对主力，可谓是星光熠熠，完全是天皇巨星的战队配置。第三部共演作品是2023年5月9号发行的 SSIS 698，演员阵容包括西有菜、香泽南、三上优亚，这3位同一时代最伟大3位女优。这部作品也是三上优亚隐退前的最重要压轴演出之一，也是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3女神系列类型作品。第四部共演作品是2003年7月25号发行的 SSIS 816，演员阵容包括葵丝、架乃由罗、本香爱、小萧虎南、咪路、山手梨爱、温派、三上优亚，一共8位。感谢季类型的大乱斗，从阵容上看是新人和资深女优混合搭配，像是葵丝、架乃由罗、咪路、三上优亚都算是殿堂级资深女优，出道3年多的本香爱
以及出道2年多的小萧虎南和山手梨爱，都是目前 S1 专属里的中间主力女优，再加上出道1年多的新晋专属女优温太，这个阵容基本上不同类型、不同年代辈分的女优都掺杂进来了，非常有层次感。最后，关于三上优亚的个人评分总结，个人对于三上优亚的评分是前期9.8到9.7分之间，3个 S 的级别。理由是拥有前女团偶像身份背景光环，形象可爱，又有养成系偶像的亲切感，天然饱满的 G 罩杯胸部。在 AKB48 女团处于上升期阶段就加入业界，出道即天花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期对于三上优亚的评分，我认为在9.0到8.5分期间 A 加级别。理由首先缺点方面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三上优亚形体上的四肢粗短缺陷越来越明显，再加上腰腹上也开始有小肚子，身材有些劣化走样。原先出道自带的偶像可爱的青春少女的自然胶原蛋白脸，也随着年龄增加和不断微整形变得有明显的加工感。加之其在职业末期还是未能摆脱之前少女偶像的印象，没有做到像是小岛南那样可以顺利转型走熟女路线，或者像是明日花那样可以把女王气场全开。然后优点方面是三上优亚化妆技术越来越精湛，容貌相对于早期越来越精致。由于在做 AV 女优期间一直在做电视综艺节目、舞台唱跳表演、走秀的活动，导致其明星光环越来越耀眼。三上优亚的作品，我个人会推荐给喜欢有偶像艺人光环背景的女优，以及喜欢天然大奶的观众。想要把三上优亚从出道到隐退全部作品看完和收齐的难度，我个人认为是一般。除了一些番号 OFJE 的那种三上优亚个人精选合集片不太容易找到资源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三上优亚的单体作品、个人写真片以及和其他女优的共演作品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资源。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三上优亚全部作品看完之后的测评，希望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和关注，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下讨论。有希望我做某一位女优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的观后评价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赞助抖内来制定下一期的测评视频，谢谢。